夫君过世后，我养了个穷书生。后来他状元及第，我知缘分已尽，抱着一匣金子去安置他的小院，找他告别。向来冷清的男人，却恼恨地将我抵在角落。怎么，这就腻了？又看上新货了？还是我给的不够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莫言高中一事，我挺意外的，但我中意的一直是他的容貌和体力，以及穷困潦倒。眼下他中了状元，我和他的缘分便到头了。我使人备了一小匣金子，坐着青皮小轿，趁着夜色入了安置他的小院。他如往常一般，含着脸迎我进屋，为我退衣，动作娴熟，眸色压抑。且慢！我按住他作乱的手，瞧着他年轻俊美的容颜，把沉甸甸的小箱子塞进他的怀里。你为官后，名声不能受损，往后便做陌路人吧。他一愣，望着我的黑眸中透出一抹诧异，一如往日的冷清呆萌。我轻呵了声，在他唇上啄了一下，便推开他。好了，聚散有时，珍重。我打开屋门，外边竟下起细雨，一股微寒扑面而来。正等着下人打伞，腰却忽然被人搂住，用力往后一拖，拴入松香味的坚实胸膛里。你……门被他轰然关上，他将我抵在墙角，附在我耳边，轻轻咬住了我的耳垂。前几日便听人说你去看了出折子戏，那戏子长得跟狐狸似的，你还夸人家腰软。呵，你定然不知，闺房之事，腰软就没劲了。话罢，手上的力道便重了些。我受不住，呜咽了一声。放开。放你去找那戏子吗？他有些发狠地吻住我，热烈的不像他。明明他对这事儿一直有一些不情不愿，往日里都需我撩他许久，他才能进入状态。今日倒是头一回这般失态。他是有一些清高的。2年前，若不是他穷的只能卖身葬母，我还真的没法拿下他。但眼下，我是真不想再跟他纠缠，便狠下心推开他。什么戏子不戏子的，你如今高中，怎能与我这双妇纠缠在一起？刚刚那匣子里有100两黄金和这个院子的地契，往后咱们各自安好，各奔前程。他定定盯着我，眸色幽深。我可以娶你。我捂住他的嘴，可我比较喜欢微寡。说完，我没看他的脸色，便推开门走入雨中。候着的婆子麻利打伞，将我送入轿子。回府后，我有些心不在焉。说实话，莫言是我见过气质上跟亡夫叶寻之最像的人，不过他更温润，好拿捏一些，不像叶寻之那偏执狂，动不动给我戴上脚铐，锁在屋里玩。此后3个月，我将莫言抛于脑后，一心打理家业，可他的事儿却总有人送到我耳边。眼下我才走进如意戏房，等戏的纨绔们都在议论他。嘿，你们是不知道，人不可貌相。新上任的大理寺少卿莫言莫大人，表面文雅，内心阴暗残暴。远的不说，今儿早上他就当着犯人的面，把一只银狐活剥了。那皮剥下来，狐狸还能跑，血溅的到处都是，把犯人吓得什么都招了。月前，他带人上山端了土匪窝，把土匪们挂在树上骗肉，硬生生挂了3日，被骗完2条腿后，活活疼死。还有前日一条狗叼走他的香囊，他夺回香囊，转头把狗阉了。他们口中的人是莫言，咋听着更像发病的叶寻之。戏还未开始，我在包间里的贵妃椅躺下，婆子们给我端上来新鲜的葡萄，剥了皮送到我嘴边。我吃得正开心，门外忽然有人敲门。婆子得了我的眼色去开门，却见西方的杨管事抱着一个小匣子，笑眯眯地走进来。叶夫人，方才有位大人让小人将这匣子送上来，说您一看就知是怎么回事。我的目光立即被他递上来的罗甸匣子粘住了。这匣子我熟啊，正是我装了金子送给莫言做诀别礼的那个。他怎么给我送回来了？杨管事退下后，我让婆子打开匣子。啊，一张血淋淋的银狐皮躺在匣子里，腥臭扑鼻，惊得婆子差点把匣子丢出去。我看着血刺啦乎狐皮，想着刚才那纨绔的那些话。莫言不会真以为我是为了西方的狐狸脸男花旦才和他断了吧？他这是威胁我。呵，
我起身就去找如意坊的房主，给那虎脸戏子花林赎身。由于花林是台柱子，房主不愿意卖，为了买下它，我还让了桩生意给房主，损失极大。这事儿瞒不住。不过半日，守寡的叶夫人从如意戏坊花了大代价买了个腰肢细软的戏子，这事便在京城流传开来。我浑不在意那些流言蜚语，把花林接进府里，大张旗鼓地让人搭建戏台子。夜里，婆子说花林找他们要了3瓶金疮药和许多止血止痛药，我不禁有些后悔。这戏子莫不是已经被那些达官贵人玩坏了吧？下次买人可不能这般冲动了，查都没查一下。这般想着，便让婆子炖了一盅滋补甜汤，亲自给花林送去。我倒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。待到了安置花林的苍云阁，推门进去，就见人前妖娆的戏子卸了妆，脱了上衣，坐在铜镜前往身上涂药。见我进来，他惊得面色发白，急忙去找衣服。我一把拉住他，却见他身上全是鞭伤，因着没及时医治，几处重的已经化脓。后腰上一朵鲜艳的红梅胎记，更是刺目的紧。我抓着他的手紧了紧，咬牙问：谁打的？他有些无地自容地垂下脸，身体微颤。王公公，王公公，御前最得宠的王公公。花林点点头，下意识地软了膝盖，想跪下去，却被我拖住。夫人不生气吗？奴可能会连累夫人。我默不作声地摇摇头，把他按在凳子上，拿了棉团，亲自给他上药。看着他后腰上熟悉的梅花胎记，略有些走神，手上便中了些。他疼得一缩，很疼。我看着他腰上冒着脓血的伤，心头一紧。正想着明日让大夫上门给他瞧瞧时，屋外响起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大门被人一脚踹开。大理寺查案。熟悉的清冷声音响起，我惊得手一抖，刚刚端在手上的伤药瓶子掉在地上，咕噜噜地滚到来人脚边。那人俯身捡起药瓶，目光凉薄地望过来，清冷的眸子黑沉沉的。嫌犯花林涉及一桩命案，本官要带走审问。叶夫人今日花的大价钱，怕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看着莫燕那张熟悉的脸，我毫不犹豫地护在花林身前。敢问莫大人，花林犯了什么案？其中会不会别有内情？莫燕定定看着我，片刻后扯了扯嘴角，别有内情？呵，看来花花蛋果然是叶夫人的心头好。白日里大张旗鼓地买回来，直接安排在府里离夫人最近的院子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打量着屋里的摆设，瞧见那盅甜汤时，眼底的冷意越发浓烈。也是，今晚倒是本官来的不巧了，打扰夫人的好事，还未得手的东西，自然更香，哪像？他大抵是想到自己还带着属下呢，便住了口，走过来，一把将我拉开，让人将花林绑了。大理寺都是些粗人，手上力道大，碰到花林的伤口，让他倒抽了好几口气。阿林，我下意识地叫了声。花林猛然看向我，眼中露出错愕的神色，但很快又暗了下去。我扯开莫燕抓着我手腕的手，拿衣服给花林披上。花林指了指旁边的白色布带，有些弱气地说：那个缠腰。缠腰？难怪他腰上的伤会重些，受伤了还要缠腰，那必然会影响恢复。但戏坊的人为了腰肢纤细，便让有姿色的戏童缠腰，这样吃得少，腰肢也细，更符合某些大人的癖好。不缠了，以后都不缠了。我们阿林本该是天之骄子啊！我让婆子们拿着青灰色棉袄和披风赶来。花林穿上衣袍后，我给他系上披风。这棉袄是叶寻之给我买的，我嫌弃绣的竹子生硬，便一直没穿。眼下给花林虽短了些，但好歹能保暖。等给花林穿戴整齐，我才转脸去看莫燕。莫大人，可以告诉民妇，阿林究竟犯了什么案吗？莫燕淡淡扫了我一眼，嘴边扯起一抹清潮。御前最受宠的王公公死了，死前最后见的人是花林。陛下早已习惯王公公的服饰，听闻此事后异常震怒，夫人最好别掺和此事。我转眼看向花林，见他睫毛微颤，连抵赖都不曾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花林被带走时，我出口挽留莫燕。莫大人，
留下喝口甜汤吧。莫燕一僵，看我的眼神满是嘲讽。叶夫人，你还真是不甘寂寞啊。哈，他误会了。不过也不怪他。2年前我刚圈养他时，他性格太冷清，我不好下手，便让照顾他的婆子每晚给他熬一碗特制的甜汤。那甜汤的作用，懂的都懂。但今晚这甜汤不一样啊。我咬了咬牙根，忍住把他赶出去的冲动，使了个眼色给身边最信得过的婆子。见那婆子悄悄退了出去，才把那盅甜汤倒在白玉碗里，捧到他面前。这甜汤原是给阿林温补脾胃的，不想他没这个口福。方才见大人眼下微轻，想来最近没时间好好吃饭，脾胃有损，便想着这甜汤对症。想着往日的情分，我软下语气。可能我这模样，在他眼里轻贱得很，他看我的眼里满是冷冽和嘲讽。我假装不在意，如以往那般扯了扯他的衣角。莫燕垂眸看了看我的手，忽然轻呲了一声，接过我手里的碗，仰头一饮而尽，随即把空碗往桌上一扔，沉着脸逼向我。不回你的屋子吗？还是你就喜欢在别人屋里坐？合着我刚刚的解释，他一个字没听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莫燕迈向我的步子一顿，望着我的眼神嘲讽的意味更重了些。那是怎样？就在我忍不住想扇他时，婆子赶回来，把一个鼓鼓的荷包递给我。我接过荷包，转身塞进莫燕的衣襟里，一点薄礼，望大人往后青云直上，一路坦途。阿林瘦弱，也请大人手下留情。刚刚的碗汤就是普通的甜汤，别误会。莫燕面色一僵，抿着嘴，眼神宛如雪山上的冰，落在我身上刺骨得很。我理好他的衣襟退开时，他忽然搂住我的腰，拖住我的后脑勺压了下来。我诧异地瞪大眼，在离我咫尺之遥时，他又猛地推开我，厌恶地转身朝门口走去。门外一名大理寺的捕头匆匆赶来。大人，西街如意坊失火了，据说是房主疯了，自己烧的。莫燕脚步一顿，猛然回头望向我。我冲着他微微一笑。大人慢走。他黑沉沉的眸子眯了眯，阴着脸扯着嘴刺笑了声，才再次转身离开。我却被他刚刚那个表情惊着了，跟叶寻之那死鬼生气时笑得一模一样。我看男人的眼光果然有问题，怎么惹上的都一个德行。次日，如意戏坊房主和御前王公公有旧，因戏生情，因戏生厌的秘闻，在民间被说的有凭有据。坊主因爱生恨，毒杀王公公后自缢了。分明是王公公瞧上花林，玩狠了，被花林一刀捅死。都不对，叶夫人才是主谋，她是前太子之女，萧萧郡主，花林是她养的狗。当年还是太子侍从的王公公带着前太子通敌卖国的密信倒戈陛下，郡主怀恨在心。萧萧郡主与叶夫人天仙和野鸡之别，皇家密室岂容我等议论，脑袋不要了？民间什么样的传闻都有，大多都是胡扯，但总有人不信空穴来风。特别是宫中的贵人，怎能容许本该死透的人还在耳边蹦跶？是以，我带着食盒准备去大理寺探牢时，便被一队御林军拦住，连人带轿子被抬入宫中。我被押入太极殿时，陛下正在吐纳。近来陛下跟前的大红人，大理寺少卿莫燕，静静立在陛下身侧。他面目清冷，目光半点未曾落在我身上。我在心底轻呲，这会儿倒是装上了。我跪了半个时辰，陛下才慢慢睁开眼来，抬起头来。我缓缓抬起脸，未敢直视天颜，却有几分姿色，但和潇潇比起来，不过是庸脂俗粉。他品了口茶，好似有些遗憾，但紧接着他便倒抽了口凉气，眉头紧皱着，揉了揉太阳穴，好似疼痛难忍。我斗胆瞧了陛下一眼，他40来岁的模样，发髻灰白，明明神形枯瘦，却依旧给人一股高山仰止的压迫感。陛下可是头疼？他挑眉斜了我一眼。你有法子？我点头。王夫也曾有头痛毛病，我时常给他揉按缓解。陛下猛然睁眼，那眼神宛若能够看穿人心，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。他盯了我许久后，才眯了眯眼，语气极为压抑。过来，给朕试一试。我揉揉起身，为了方便活动，
褪下身上的披风，露出里边单薄的棉裙。棉裙贴身，肩颈部分露得有些多。陛下并未在意，倒是立在他身侧的莫燕，瞧见我别有用心的装扮后，嘴角止不住扯起讥讽的弧度。陛下，此妇低贱无知，不可轻信，微臣这便去请御医。陛下却烦躁地摆摆手，让他是。朕这毛病，宫中御医看了个遍，都是束手无策。这妇人今日若能让朕舒坦，必将重赏。我朝莫燕得意一笑，走到陛下身后，为他揉按头部。许是我的手法确实有些作用，片刻之后，陛下长长舒了一口气，闭着眼靠在椅背上，静静地享受。大概揉了2刻钟，陛下枯瘦的掌轻轻附在我的柔意上。好些日子没这么舒坦过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民妇叶小小。叶小小。陛下微眯着眼，打量了我许久，模样一般，但胜在蕙质兰心，往后便留在宫中吧。我急忙跪下磕头，谢主隆恩。我被封为惠嫔，寝宫定在芳菲殿。从太极殿里出来时，莫燕也接了任务，准备离开。路过我身边时，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恭喜娘娘攀上龙塔，不过本官怎不知叶寻之有头疾呢？”我冷冷斜了他一眼，想说你又不是他，怎会知道他有头疾？可他没给我说话的机会，快步出宫了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的心沉了沉。传言中他是个嗜血的刽子手，我只希望他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和昨夜荷包里的5000两银票，不要为难阿林。夜里我睡得好好的，却忽然觉得有些气闷。睁眼时，便见脸上贴了个人，微弱的烛光映照出那人清俊的脸，他正闭着眼，细细品尝我的唇。我推开他，又勾住他的衣领。莫大人与宫中嫔妃通奸，是要死无葬身之地的。莫燕黑沉的眸静静看着我，眼底是我在他身上从未见过的偏执。今日陛下太极殿中的熏香，与惠嫔娘娘身上的香气相辅相成，可克制西域某种令人头痛的毒药。我懒洋洋地挑了挑眉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他低笑，轻轻咬着我的耳垂。是吗？说来也奇怪，今日微臣查到如意戏坊的房主和惠嫔娘娘一同喝了一壶茶后，便觉得浑身发痒，急忙冲了个澡，接着就头痛欲裂，发起疯来，和西域那种令人头痛的毒药毒发时症状一模一样。我冷哼了一声，没证据就不要瞎猜，像我这样柔弱的女子才不会玩毒药呢。是吗？莫燕冷笑，惠嫔娘娘当初接近皇商叶寻之，婚后3年便亲手毒死了他，为的是通过他得到染指皇宫贡品的机会吧。惠嫔娘娘这颗心，除了算计利用，还装得了什么？我翻了个白眼。你当了大理寺少卿之后，这泼人脏水的本事倒修炼得炉火纯青。莫燕浑不在意的讽刺，一只手已探入了我的衣襟，嘴边勾着低低的笑。惠嫔娘娘别急，只要跟你有关的事，微臣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只要惠嫔娘娘愿意留微臣在身边，给您当条狗。她熟练地挑弄我，按住我反抗的手。我怒瞪他，你有病吧？白天还一副看不起我的模样，晚上就来冒险爬床，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。他把脸埋在我的脖颈，轻轻舔咬。病了，你害的。弱鸡一样的戏子可以，干瘦如柴的老头可以，为什么就我不行？你的品味简直差得令人发指，一世荒唐。半夜时，陛下又犯了头疾，我半睡半醒间被宫人唤醒时，身边已经没了人，身上清凉干爽，衣服也穿得妥帖，仿佛那人从未来过。之前的宛如一场酣畅淋漓的梦。去太极殿的路上，来传话的林公公小声地讨好我。陛下这2年脾气暴躁，和这头疾脱不开关系。一直以来，御医们都束手无策，不曾想天上掉下个惠嫔娘娘。我淡淡一笑，没放在心上。到了太极殿，陛下果然疼得睡不着，恼怒之余砸了一堆摆件。见我来了，当即大喜过望。惠嫔，快给朕按一按，快快。好。我走过去，一心一意地给他揉按，不多久后，他便舒服地吐了口浊气。惠嫔，朕这2年找了不少名医，针灸揉按都不输于你。
甚至胜你100倍，可他们为何都无你这效用？我想了想，按压的力道顿了顿。许是臣妾身上的熏香对你有用吧？陛下眉头一挑，睁开眼来。什么熏香？阿芙蓉。那是何物？一种可以止痛的奇花，我喜欢它甜美的味道，便在后院种了一些做成熏香，不具备多少药效，但能安神。陛下点点头，明日让人送些给太医署，让那群庸医研究研究。好的，陛下。我给陛下揉了半宿的脑袋，直到他沉沉睡去。次日，阿芙蓉被送入宫来，太医署的人研究后，发现果然能止痛，效果比传统的麻沸散强多了。这边制成了一种叫逍遥丸的东西，供给陛下食用，有效地缓解头痛。陛下大喜，问我要什么赏赐。我跪下谢恩。臣妾有一弟弟，幼时走散，被如意戏坊的房主收留，后又开罪了王公公。陛下眸色一凉，是那个戏子花林？正是。陛下盯着我瞧了一会儿，你可知他杀害的是朕用的最顺手的奴才？朕本来还想见见他，想瞧一瞧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，能叫见惯后宫美人的王公公为之丢命。我微微抬脸，臣妾与弟弟一胎双生，长得极为相似。陛下盯着我的脸，瞧了许久，啧了一声。一旁的林公公轻笑，陛下，许是王公公山珍海味吃惯了，也想尝尝清粥小菜吧。陛下冷哼了一声，到底是松了口，通知莫宴，放了花林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发配岭南。谢主隆恩。有了逍遥丸，陛下的头极好了许多，但偶尔药效一过，依旧头痛欲裂，无奈只能常常将我留在身侧。宫里的娘娘们发觉不对时，我已有孕3个月，而我进宫的日子也只有3个月，宫里便有流言蜚语，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野种。那个叫花林的戏子根本不是我弟弟，而是我肚子里也种的爹。这些风言风语愈演愈烈时，陛下瞧我的眼神也逐渐深沉。但是陛下离不开我，就算有了逍遥丸，也需我夜夜给他揉按头部，才能安然入睡。私下里，陛下已经让太医署的人研究过我身上的香薰，可是一直没什么进展，这便只能让他忍着恶心，留我在他身边，给他缓解疼痛。直到后来太医署的人发现阿芙蓉这东西，它除了是一味麻药，还有剧毒。此毒非常不寻常，因为它有成瘾性，一旦使用过多，就再也离不开了，比前朝流行的五弹散还要可怕。陛下知道后，气得恨不得将我当场掐死，但他已经上瘾，根本戒不掉。因为一旦停了逍遥丸，痛的就不只是头了，而是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，每一寸肉都像被10000只蚂蚁在撕咬一样，让人痛不欲生。最奇妙的是，一旦服下逍遥丸，症状立刻可以得到缓解，只是偶尔头疼上来的时，比以前还要剧烈，他不得不让我给他揉按，一按就好。如此一来，只要是个长脑子的，都猜到我居心不良。宫里面的嫔妃们私下里更是叫我妖妃，民间关于我这个妖妃的流传更是夸大其词，说我是祸国殃民的妖物，就是因为我在皇宫里待着，才会导致黄河决堤，大旱千里。这些天灾人祸的锅，我背了不知反几。这一夜，陛下再一次瘾症发作，发现服侍他的太监宫女全都不在。虽然打心里厌恶我，甚至惧怕我，但还是只能抓着我喊：给朕药，快给朕拿逍遥丸。我眨了眨眼，轻轻一笑：陛下，吃什么逍遥丸呀？这万已是蛊的滋味，可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。陛下这才惊觉不对，目光阴冷地瞪着我：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是谁？陛下，哦不，堂叔。我捂嘴轻笑，这么久了都还没猜到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笨呢。陛下微微一愣，紧接着一向威严的脸露出了一抹惊慌与不敢置信之色。潇潇。我点点头，掰开他抓着我的手，在他脑门上轻轻一推，他就倒在地上，浑身僵硬，动弹不得。他的身体早已被我这2年利用皇商的身份，陆陆续续进贡来的瓜果香料毒得差不多了。今儿我又特意添了2味相克的香药，他自然好不了。我轻笑着在他身边蹲下来，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
潇潇雨歇。堂叔，我的名字还是你取的呢？小时候你最爱抱着我举高高，成日带着我上街找猫遛狗，买糖葫芦。呵，你怎么长得跟过去不一样？易容呗。陛下惊恐地看着我，慌张地喊：来人，来人，有刺客！却发现他渐渐就喊不出声音来了，而他原本安排在宫殿附近的暗卫也毫无动静。没用的，他们现在自顾不暇。我拍了拍他的脸。早上我以取甜汤的名义去了一趟御膳房，在10几口大水缸里都下了相思子。这还要感谢陛下每日一趟一趟的从我府里运阿芙蓉，才能带进来那么多的相思子啊。相思子毒性比毒蛇还强，为了囤它，这些年可费了不少功夫。可惜陛下今日胃口不好，只吃了点林公公宫外买的桂花糕和鲜鱼粥。不像宫中的嫔妃和皇子公主们，这些日子早对加了阿芙蓉的食物上瘾，每到饭点就像猪一样拼命拱食。陛下刺目欲裂，却只能倒在地上苟延残喘，忍受着浑身剧痛。你个毒妇，你以为杀了朕，这天下就能是你的？呵呵，我笑他天真。我躲在暗处布局了整整8年，若只是为了取你这条狗命，何必等到今日？等这么多年，当然是为了一网打尽。当年你和王太监联手陷害我爹娘身后的宗亲全部诛九族，血流成河。如今我便让你尝尝这个中滋味。对了，你知道花林是谁吗？我笑得有些得意。我没有骗你哦，一胎双胞，我先他1日出生，是姐姐。弟弟在腹中憋得太久，生来体弱，彼时皇储争夺又十分激烈，爹娘为了保护弟弟，便将他隐瞒下来。陛下当即露出了惊恐的神色，那可是正统皇储，而他的子孙已经死绝了。堂叔放心，潇潇不会让你死的。死多轻松呀！宫中发生巨大变故，百官携护城军闯入皇宫救驾时，陛下后宫的3000佳丽和一众皇子公主无一生还。宫女太监们中毒倒没那么深，毕竟吃得少，有些人吃的还是昨日的剩饭，压根没事。御林军和暗卫饭量大，有些已经就不回来了。好在陛下因身体虚弱，并未食用御膳房的食物，躲过一劫，但却被刺客在心口捅了一刀。当陛下的心脏天生位置有异，因此躲过一劫，但却惊吓之中中了风，就醒之后瘫痪了，嘴眼歪斜，连话都说了。而我为了救陛下，身上中了好些刀，失血过多，陷入昏迷。御医们抢救之下，保住了我腹中唯一的龙种。此事案情巨大，骇人听闻。皇宫戒严，大理寺和刑部留在宫中彻夜调查。我醒时，大理寺卿和刑部尚书轮番审问，我按照花林的形象描绘了刺客的模样。2位老大人在画师的帮助下画出画像后均是一惊。紧接着便听闻岭南王挟前太子遗孤班师回朝，20万军队北上，来势汹汹。陛下无法主事，群龙无首，朝廷乱了个彻底。许多曾经背叛了前太子的大臣，心中忐忑不已。渐渐便无人在意御膳房的毒到底是谁下的。毕竟岭南王和太子遗孤，以及北上的那20万大军，才是眼前最大的麻烦。夜里，莫雁潜入太极殿，当着陛下的面，轻轻抚摸着我的肚子，柔情中带着一抹不甘。小小，我想光明正大地站在你身边。我淡淡斜了他一眼，祝我得到帝位，到时我也后宫佳丽3000，封你一个皇夫当当。他眸光骤然一厉，捏住了我的脖子。没有人能跟我分享你，否则我会带你一起去死。我盯着他看了许久，确认过眼神是同一个病态。然后在一起借尸还魂吗？夜寻之。我以为他会抵赖，万万没想到他竟勾了勾嘴角，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终于认出我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伸手轻轻抚摸他的脖子。我挺不明白这个人的，上一世死在我手里后，借尸还魂回来不找我报仇，反而要给我做狗。你不恨我吗？而且我能毒死你1次，就能毒死你第2次，你不怕吗？怕。他紧紧抱着我，全然不管陛下躺在榻上瞪着我们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恨得快晕厥过去了。
他淡淡斜了眼陛下，祈求地看着我。咱们回芳菲殿吧，我好想你。岭南王的20万大军势如破竹，兵临城下时，拿出了陛下栽赃陷害前太子的一系列罪状。老臣们想着陛下只余孤家寡人一个，全身瘫痪无法动弹，早已满盘皆输，便要押着我投诚。我以为莫雁会反对，却见他站在群臣中淡淡地看着我笑。我忽然明白，他其实是恨我的。他报复我的方式是在我最得意的时候背叛我。可他们押着我到城外向岭南王投诚时，岭南王却带着花翎，恭恭敬敬地跪在我面前。郡主殿下，微臣救驾来迟。不迟，刚刚好。我取下脸上栩栩如生的人皮面具，露出一张与花翎相似的脸来。微微上挑的眼角，精致的下颚线，比那画师笔下的狐妖还要妖艳3分。姐姐，花翎高兴地冲向我。不，现在要叫赵麒麟了。他是爹爹的麒麟子呀。可惜那年逃出皇宫时，我和他被人流冲散，至此再未见过。阿林，我欣喜地搂住朝我冲来的弟弟。扑哧，是冰刃入肉的声音。我错愕地看着没入胸口的匕首，耳边传来阿林阴冷的话：姐姐，自出生起，都是你站在那光明耀眼之处，而我却只能躲在阴暗里窥视你。姐姐，该换我了。我捂着胸口倒地时，没有人过来扶我，甚至没有人敢出声。我看着赵麒麟高傲地走到那群大臣面前，接受着他们的恭维和朝拜，想着他年幼时最爱跟在我身后姐姐姐姐的叫，偏偏体力差，没跑几步便气喘吁吁。他怕打雷，每次都会躲进我的被窝里，让我哄他。小时候的溏心汤圆，如今已经变成了芝麻汤圆了呀。也好，这样我也能放心些。我从未想过我还能醒来，只是醒来时心口剧痛，连呼吸都是痛的，身体在晃动，感觉自己处在一辆马车里。潇潇乖，别动。莫艳福在我耳边低语，别出声，要出城门了。我听话地屏住呼吸，许久后才慢慢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莫艳的怀里，脚上系着一条黄金打造的链子。又玩这套。叶寻之，我不再杀你一遍，我就是不是赵潇潇。番外，我叫叶寻之，出生于商贾之家，但文韬武略皆有涉猎。若不是受限于家世，无法参加科举，成就必然不会止步于一个皇商。成为皇商之后，手里的金银便如流水一般，花都花不完。我这人并不沉迷美人，也不喜赌博，日子过得极其无聊。无聊至极时，甚至跟一个疯子学过解剖。那疯子很奇怪，成天神神叨叨，说这个世界的医学落后的要命。后来疯子死了，他说他要回家，从城墙上一跃而下。他给我留了一本书，让我无聊时自己学解剖。可是没有他陪着，解剖也成了一件无聊的事儿。直到有一日，一个样貌普通的小女孩忽然抱住了我的腿。漂亮哥哥，我好饿，可以请我吃个馒头吗？小女孩看着有11、12岁，小小年纪眼里全是算计。馒头，区区一个馒头能满足她的胃口吗？我不禁有些好奇，也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，我竟然把她带回了家，像养一只小宠物一般，将她娇养了起来。她说她没有名字，让我给她取个名，我便让她跟我姓，叫叶小小。她说她很喜欢这个名字，我挺有成就感的。后来我就上哪都带着她，还教她解剖，教她如何将一张狐狸皮在狐狸还活着的时候完整的剥下来。她学得很认真，但她最喜欢的还是研究毒药，蛇虫鼠蚁，奇花异草，没有她不喜欢的。我每次问她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，她都会沉默很久。她越不告诉我越好奇。她的出现好像让我无聊的生命变得有意义了一些。我以为我对她这么好，她一定不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我身上，但她用了，给我下了很烈的春情散，我没忍住把她弄哭了一整日。她后悔极了，说我粗鲁，可我对她食髓知味，上了瘾，走足了程序，下聘成婚。新婚夜时，许下了和她白头偕老的心愿。她笑着说，我们一起淋过雪的，此生也算共白头过了。她的话很奇怪，
让我觉得他好像随时要离开我一样。我的心里空了一块。他不知道，我这样的人不动情则已，一动情便连自己都控制不住。发现他开始插手我的生意，并偷偷对我送入宫中的贡品动手脚时，我开始了对他的禁锢，因为我觉得他在准备着飞蛾扑火。我一次一次地暗中阻止他，惹恼了他。在他怒提合离的那一刻，我生气了，也害怕了。我拿金链子锁住了他，甚至害怕他跟周围的人接触，因为他那张嘴收买人心的能力太强了。他可以收买我，也可以收买任何人带他离开，我死都不会放开他的。然后我就死了，他亲手给我炖了一锅甜汤，汤里有剧毒。我知道。我含泪喝下了甜汤，轻声问：你接近我，除了利用，可有没有一丝动心？他静静看着我，摇了摇头。身负血海深仇，不敢动心。我恨他，可我成为墨焰重生时，却没有忍住奔波千里去京城，只为看他一眼。我就想看看我养的女孩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再次见到他时，他多了一个爱看戏的毛病，特别喜欢去看如意西方那个长得像狐狸精一样的戏子。原来他喜欢那样的吗？喜欢弱气些的。我不知是出于何种心情，去城外乱葬岗找了一具尸体，跪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卖身葬奴。这么蠢的招数，我想他一定不会上当的。可他只看了我一眼就走不动道了。他说他看上我了，就喜欢我这种清冷阴郁的孤傲男子。我很难过，对他的恨越发浓烈。我发誓要报复他，告诉自己留在他身边是为了找机会报仇。可是2年了，我发现我根本不舍得对他动手。我舍不得。我无力地发现，只要我能留在他身边，我什么都可以忍。明明日日都期盼他来找我，这还要装作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。因为他说他最喜欢我清冷阴郁时的模样。时间越久，我越妒忌那个我假扮的墨焰。我多想告诉他，小小，我是叶寻之，可我不敢。我不想和他一直这么见不得光的在一起。思来想去，我去考了一个状元，可是他又不要我了。气了我后，他再也没来看过我一眼，反而天天去看那个戏子。我疯了。我活剥了一张狐狸皮送给他，想告诉他我是叶寻之，结果他毫不在意，还买了那个戏子，为了那个戏子杀了如意西方的房主。妒忌像野草一样疯长。虽然后来他告诉我会杀那个房主，不是因为花林，而是他发现对方虐待幼童，还靠培养娈童挣钱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